大 S 离世1周年，本应是一场安静的悼念，却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舆论闹剧。从墓园的手办雕像到韩综跟拍的深情戏码，从 S 家全员的悲情表演到精准卡点的流量收割，这场打着思念旗号的操作，早已偏离了悼念的本质，沦为一场消耗逝者、收割流量的商业狂欢，也让全网网友从最初的惋惜，彻底转向愤怒与反感。这场闹剧的核心是利益驱动下的多方共谋。S 家、具俊晔、韩国综艺三方精准配合，把1周年纪念变成了流量变现的舞台。S 妈嘴上反复强调要低调，转头却精准向媒体泄露墓园位置，让数十台摄像机蹲守现场，接受专访时声泪俱下，转头就配合合影，畅谈家事，把母亲的悲痛变成了博取关注的筹码。小 S 在仪式上上演夸张哭戏，转头就让女儿登上杂志，打着再版大小 S 的标签，借姐姐的热度为女儿铺路，明目张胆地承接大 S 留下的资源，被网友直指吃姐姐的人血馒头。而具俊晔的操作更是将戏精本色发挥到极致。为了扭转软饭男的口碑，他联合韩国 KBS 全程跟拍墓园悼念，上演雨中跪拜、落泪独白的戏码，甚至放出放弃遗产的消息，试图打造深情丈夫人设。可这份深情却漏洞百出，他亲自设计的大 S 雕像被网友嘲讽像日漫手办，不仅形神俱无，基座上没有中文姓名、生卒年月，甚至没有提及2个孩子，只有英文与韩文，被痛批只认老公不认娃，彻底刺痛了大众的情感底线。这场闹剧之所以能炒作到全世界都知道，离不开争议细节与平台算法的双重助推。每一个操作都精准踩在反常识的痛点上，低调悼念与全程直播的反差，悲痛悼念与说说笑笑的违和，纪念逝者与新人出道的捆绑，每一点都在透支公众的同情心。网友的吐槽、质疑、深挖细节，形成了强大的2次传播效应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轻松破13亿。再加上韩媒、台媒、大陆平台的同步推送，一场本应私密的家事，硬生生被炒成了全球吃瓜事件，让大 S 的离世沦为各方收割流量的工具。如今，这场围绕大 S 离世1周年的闹剧仍在持续发酵，各方势力借势者热度博眼球、赚流量，将一场本该肃穆的周年祭变成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流量狂欢。可透支公众同情心的操作，终究会迎来反噬。当思念变成算计，当悼念变成生意，最终只会让逝者不得安宁，也让自己彻底失去大众的信任。这场全球级的闹剧，不仅是大 S 家人的悲哀，更是娱乐圈流量至上、毫无底线的真实写照。在这场集体表演中，台湾狗仔葛思琪的发声，如同一股清流，刺破了层层谎言。他曾直言，徐家就是骗子，擅长用精心打造的人设愚弄大众，而他的原则就是，对方人设做一次，他就爆一次。在2月2日晚间的直播中，葛思琪系统梳理了汪徐2家的恩怨始末，将许多被掩盖的事实公之于众。他不仅再次澄清了自己曾被大小 S 利用后抛弃，反被诬告并判赔60万的冤屈，更详细讲述了汪小菲在台湾的真实处境。葛思琪透露，汪小菲在台湾可谓是步步维艰，不仅基本权利难以保障，甚至曾遭到黑人陈建州的殴打。汪小菲的个性与为人处事，让他在这场长达10年的拉扯中，活脱脱成了那个被反复踩踏却始终隐忍的角色。我本来没有要讲的，是那天我在快手直播完，已经把汪小菲事情爆料结束了以后，我让大家发问，结果有人问我说，黑人中汪小菲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谁是一开始先说的？张兰先说的。后面汪小菲为了不要让他们彼此的友谊变黑，所以要求他妈妈重新说一次。他妈妈讲说，阿姨记错了。我的妈！张兰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直接模仿打死人啊，少爷被黑人摁得住打。你们去调一下张兰当时所讲的那个情境，他演出来的那个样子。阿姨要是没有打给张兰，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嘛。我告诉你，汪小菲都不敢跟他妈讲这件事情。于是汪小菲跟他妈开了直播，马上跟他妈讲说，你这样讲，我跟他们关系真的，你不要越来越怎么样。于是他妈妈还讲了，他们因为这怎么样，是跟这边的不一样，扯到那边去。但其实事实不是，就是产检。你看我爆料完以后，汪小菲也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如果爆料不实，我早就被告了啊。你们明白吗？两方都很爱告人啊，最后最好对啊，确实两方都爱告人啊。那最后事实怎么样？我讲完没多久，不到半年，徐熙媛自己发了个自白书。当时我还怀胎，你就拿着哈利波特精装版来丢我，丢过来，记得吗？以上所讲的事情跟我所讲的事情高达了多少？90%。我唯一漏掉就是什么？哈利波特精装版，因为当时真的跟我消息来源是没有跟我讲到哈利波特这个东西，没有讲到哈利波特的东西，所以他为了要加深这个梗，因为他也知道葛思琪爆料过了，那我必须要再把一个更强而有力的
东西跟大家讲，大家就会去找，记者就会去找哈利波特精装版到底多重，长什么样子，结果那么大，这么重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就是这样子啊，他们家很会做新闻的。下面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的。自白书讲完之后，祝福什么？马六记，祝福马六记怎么样？生意兴隆。这句话我很明白，我的消息来源肯定跟徐新远有关系，要么就是他自己，要么就是他透过旁边的人转发信给我，因为在我的讯息里面也有继续爆料汪小菲，爆完以后，下面一句话。恭喜葛老师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一般的爆料者不会讲这个。我收到那么多爆料信，不会有讲这个东西的。谁会去讲说恭喜葛老师你变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？通常会说谢谢葛老师帮我们伸张正义，这个才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爆料者给我的一个回馈。但今天感觉是一个爆料者的等级比我还要高，以上往下看。恭喜葛老师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，这句话就告诉我说，徐新元就是你，只是我无从跟你对证了，你不在了。大家你们听得懂什么意思吗？其实小葛当时手上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有某些群体或者于个人，他是直接给到小葛的。我再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给我之后有多及时吗？及时到汪小菲什么时候要飞回来台湾？汪小菲飞来台湾以后住哪里？还有当时。你们知道徐新元告了汪小菲什么吗？回教班话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在班话的新闻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呢？因为法院那边传出了汪小菲被告的就是回家班话这件事情。在前面的3-4个月里面，我早就有听到新闻了，只是给我的消息来源错误了。他们以为汪小菲把话搬了以后没有地方住，所以话搬去了哪里？他告诉我说，话搬去了 S Hotel 的地下停车场摆放着。你知道那是有价值的，谁会摆停车场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徐新元，你走了，你肯定听不到。徐熙娣，我告诉你，这些话在哪里？这些话在汪小菲的家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汪小菲有一次，不是你们看那个衣服，什么梅干菜衣服吗？他那天不是到了派出所里面，讲了说，他要实名举报他妹妹跟徐熙元吸毒这件事情，不是吗？他去完，下一秒就打给我了。他在路上讲电话，在跟我讲电话。他邀请我去他家。我去他家的时候，门一打开，我就看到那些话了，懂了吗？我就亲眼目睹那些话了，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，我很明白是谁丢料给我的。有没有想直接一点？汪小菲冲到家里叫人去搬东西，谁会知道？巨金院就算要知道，他还要找一个翻译丢给我，而且那个翻译还信得过，有多难呢？小 S 吗？他没这个胆。所以是谁？不是徐熙元，那是谁？你们继续想啊，不是他，那是谁？我对面这个也是一颗棋啊，对，他也是一颗棋，所以你们不用就说他为什么要报这些东西，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？那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你们的偶像跟女神，这些东西不可能胡说八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 email 收下来的时候，一定有日期、时间、字样，全部都可以比对出来的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东西骗不了人的，这些东西目前还在存放在我的电脑里面，这辈子都洗不掉的。你知道有人建议我出一本书，写他们家里这个事情，把这些证据全部亮出来，把时间轴全部亮出来，大家一看究竟，就很明白到底谁在欺骗这个社会，谁在说谎。你们一直在讲说张兰用这样带货干嘛干嘛，我告诉你，他大 S 还没出事的时候，张兰就已经在带货了。只是人家在带货的时候，就像我开直播，人家问我这个事情，我不回答吗？回答自然流量，谁不要啊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现在14000人，你们如果不在乎，你们不想听，你们会来这边看我直播吗？还是只是想来骂我？就算你骂我，你也想听真话嘛？因为你想听到说哪些真话是刺激到你，你才会骂我嘛。要不然如果我想顺从，你还会骂我吗？你不会骂我啊，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句句都是实话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消息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徐熙元所有起诉汪小菲及张兰的官司全部被驳回了。我告诉你，老早3个月前就已经驳回了，好吗？我只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讲，我也不想讲。大 S， 今天是你的忌日，我不知道阎罗王有没有把你放回来这块土地上面，让你看一下，你走了以后，你的官司未了结的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大 S， 你的关系全部被国府的法院全部被驳回了，明白吗？有问题你们去问张兰的律师，看我讲的对不对？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去查的，我查到了，全部被驳回了。
那我问你，如果他们真的要带这批流量，要带货，张兰为什么置之不提？张兰为什么不讲？汪小菲为什么不讲？他们家流量那么不好，为什么不讲？你明白吗？不是你们想象这么恶毒，一天到晚抓准方向。今天这个人，因为他们是一个明星家庭，所以你拿他们来做流量，来带货，更可恶干嘛了？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丢掉出来的人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就徐熙媛走的时候，汪小菲把他对话记录丢给我看，过去全部都是那一家 S 家把料丢给我的。真正要让这个媒体不添加带评的，让大众知道的是那一家子，并不是汪家，这是我的实话。汪小菲只有在大 S 走了以后，被媒体炮轰到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他整个把他跟 S 妈的对话记录丢给我，我告诉你，对话记录还没有完，我还没有给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，给结局看到你们会跌破眼镜，你们不会再相信那一家子，但是牵扯的人更多了，里面有点名、指名道姓，牵扯的更多了，会牵扯到什么？为什么是那个人来包机？为什么？但是你不是一直引以为傲吗？你们家包机引以为傲，那为什么你家要包机呢？是做了对亏欠大 S 的什么事情？结果你们家决定包机呢？你妈也不是没有钱啊。你今天真的很刚。兄弟啊，我给他们钱2年了，你明白吗？你敢收我钱，命就没了吗？你看，还有一个活着、啊，还在今天这边戴着眼镜，要哭又笑，又哭又笑的，他们当小丑，谁受得了？看着受不了。你道歉了吗？你先告诉我，黄子佼讲的是不是事实吗？汪小菲被全网攻击、无处申冤的至暗时刻，是葛思琪选择站出来发声，即便因此被 S 粉和营销号疯狂攻击，也从未退缩。我愿意相信葛思琪，因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。他曾说：“你对他尊重，他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他欣赏有担当、有礼貌的人，比如徐亚军。他坦言自己知道徐亚军的许多事情，但之所以选择不说，正是因为徐亚军对他始终客气有礼。而对于汪家的事，他是真的看不下去汪小菲无处申冤的委屈。身上，或者自己的小孩身上，或是讲白的，我连徐亚军我都放过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但我不太懂你为什么要放过徐亚军，我其实不太懂。因为徐亚军很有礼貌，他跟我讲话非常有礼貌，而且他接起我电话的时候，他有告诉我一句话说：“如果你有图片，我就认。”他没有其他话了，他就是我家里的事情，你们大概都知悉了，只是没有看过真相。我家里的事情，我跟小孩子我们谈妥了，我们两个就是怎么样？那你是一个记者，你看到了，你拍到了，或是你收到图片了，你有我就认，你没有，你来问我，我不会告诉你。那我就有图啊，那我也跟他讲啦，我就跟徐亚军讲说，我不会加我天数，我就照事实的报道，你可以放心。虽然这件事情是人家丢给我，必须要处理，这是我工作。你知道他给我什么吗？好几个。视频写到这里，真的被人性的凉薄狠狠戳中。回看汪小菲上一段婚姻，那哪里是婚姻，分明是一场长达10年、处处被针对、步步被算计的困局。他掏心掏肺付出，换来的却是层层设防与算计。他想护着孩子，顾着体面，却在台湾被步步紧逼，连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。他被全网攻击，无处申冤时，所谓的体面家人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反而联手将他推到风口浪尖，任由他被反复踩踏。此刻的心情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难受，更多的是一种失望。我们总以为人间有真爱，总觉得哪怕是娱乐圈，也该有几分真心。可这场闹剧狠狠打碎了幻想，那些光鲜亮丽的名人，哪有什么纯粹的真爱？大多是利益捆绑、人设表演，是算计与利用，是把感情当筹码，把婚姻当生意，把人性的凉薄藏在精致的包装下。真心在算计面前一文不值，付出在利益面前轻如鸿毛。汪小菲的10年隐忍与委屈，不过是这场人性闹剧里最让人心疼的注脚。也终于明白，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真心，不是所有婚姻都有温情。在名利场里，最难得的从来不是爱情，而是不被算计的坦荡和不被消耗的真心。台湾媒体致电问马小梅为什么不去雕像揭幕式，马小梅的回应得体又清醒：孩子们一放寒假，隔天就回北京了，我只负责帮忙照顾孩子的日常。一句话，划清了界限，也守住了底线。孩子在葬礼和1周年这样的重要时刻都未出现，外界议论纷纷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让年幼的孩子直面母亲离世的悲伤，置身于镜头环绕、舆论喧嚣的场合，无异于2次伤害。远离台北的纷纷扰扰，回到北京慢慢熟悉环境，在平静中慢慢疗愈，才是对他们幼小心灵最温柔的呵护。马小梅作为后妈，这份处理方式堪称满分。
她没有越俎代庖去评论前亲家的是非，也没有借孩子博眼球，只是本分地做好照顾者的角色。她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更懂得孩子的脆弱，用承诺和行动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安静的天空。2月2日，大 S 1周年雕像揭幕的同一天，网友在广州偶遇汪小菲一家。他带着马小梅、月儿和玲玲逛长隆、看灯会、吃冰淇淋，画面温馨又松弛，和台北那场表演式悼念形成刺眼对比。我想说，汪小菲真的要硬气起来，不要再被道德绑架，不要再去掺和那堆马蜂窝，不要让孩子去配合任何一场戏，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孩子的快乐和安宁比什么都重要。月儿长发飘飘，眉眼像极了大 S， 却笑得无忧无虑。玲玲蹦蹦跳跳，牵着爸爸的手看长颈鹿，眼里全是童真。马小梅挺着孕肚，细心剪孩子掉的发卡，全程温柔陪伴，把后妈做到了极致，把重心放回孩子身上，用陪伴治愈伤痛，用距离隔绝是非。台北那边雕像、直播、眼泪、热搜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戏；广州这边牵手、笑声、阳光、日常，才是活给自己看的人生。汪小菲就该这样硬气下去，别回头，别心软，别再被那家人消耗，护好娃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孩子不演就是最大的体面，你不掺和就是对自己、对孩子最好的交代。